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灵宠圣物。灵宠圣物其实也是陆服一个相当久远的系统，我甚至一度以为它已经和官渡之战一样被台服给优化拿掉了，因为这两个东西在陆服真的很废。但没想到最近它居然和官渡之战一样，被策划又重新挖了出来。但好在灵宠圣物并没有像官渡之战一样只是照搬，而是有经过翻新改造后才推出来的。台服的圣物有两个地方和陆服不同，第一是圣物的能力有被加强过，就好像台服的善灵也被加强了一样，这会让圣物拥有更加实际的用途，而不会像陆服一样，就只是无用的摆设而已。灵宠圣物也和其他资源一样，有普通和稀有之分。稀有圣物和普通圣物最大的差别就在于，只有稀有圣物会拥有套装技能，普通圣物则完全没有套装技能。而台服被加强的正是稀有圣物所提供的套装技能。另外，台服的套装技能也和陆服不一样，陆服只有4组套装技能，之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台服的套装一开始只有3组，当中也只有1组套装技能是和陆服一样的，这也让我们有了可比较的空间。首先，灵宠圣物也和灵宠一样，是拥有出战技能和助战技能的。装备在出战灵宠之下就会生效出战技能，装备在助战灵宠之下就会生效助战技能。只不过在套装预览这边，我们只能看到出战技能，而看不到助战技能。建议这边官方可以优化一下，让没有圣物的新玩家也可以在预览这里看到以后新推出的圣物套装出战和助战的完整技能。台服和陆服唯一一组相同的套装是星芒套装，陆服这里叫盘岩套装。盘岩套装的出战技能是，当灵宠释放主动技时，目标物将血量越低，对其造成的伤害越高，最高可提升 30%。而来到台服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技能是一样的，但台服1星星芒套装的效果就已经和陆服的5星效果持平，都是提升 30%。而来到5星后，星芒套装的伤害提升效果更是来到了 80% 之多，足足是陆服的1倍以上。这个提升是真的很有感，所提升的幅度甚至超过了台服对善灵的提升。也让灵宠圣物从原来的完全没有用，变成了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但由于目前已出的灵宠圣物大多只会影响灵宠的输出、治疗能力和受到的神兵伤害，很少会涉及到武将的输出，所以整体来说影响力终究还是不如其他资源的。在目前可抽取的资源里，仅仅是排在专武之后，位列末端。不过，灵宠和神兵的输出在新区的影响力还是会比较大的，所以圣物在新区的价值也会比老区的更高。至于日后圣物的价值是否会提升，那就得看后续的圣物会怎么出了。以目前已有的3套稀有圣物来看，比较有培养价值的是星芒套装和赤焰套装。星芒套装的出战技能对于灵宠的收割能力有很大的提升。对目前主流的主战白泽和具备一定收割能力的兔子都能有所帮助。若是往后还出了什么更强的收割灵宠，星芒套装都可以继续派上用场。第二套比较值得培养的是赤焰套装，它的出战技能能提升灵宠释放主动技能的伤害，没有一层灼烧就提升 9%， 最多可提高 54%。最重要的还是，它也能同时使敌方受到的灼烧伤害提升 54%， 这是少数能直接让武将伤害提升的技能。后续的新圣物好不好用，就看它有没有能直接或间接提升武将的输出能力就好，毕竟武将才是输出的大头。当然，灵宠造成高伤害的场景也不是没有，所以星芒套装这种血量越低，伤害提升越高的套装就永远不会过时，推荐优先培养起来。台服对圣物的改造，第二点就来自于获取的管道。陆服的圣物功能比较弱，获取的管道也很容易，只要平时在灵宠之墟里打关卡就可以刷到，可说是的来全不费功夫。容易获得圣物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错就错在陆服一直以来都没有去更新这个系统。
哪怕你已经不再需要它们了，你也会持续的在灵宠之墟里刷到它们。这会导致你每隔一段时间就要花时间去清理一次圣物背包，时间一久就变成了是个累赘。如果你不清理，就连日常的灵宠之墟都打不了。台服的圣物将不再透过灵宠之墟来获取，而是改成了军团拍卖。好处是不会再有背包溢出要清理的问题，坏处则是日常只能通过军团拍卖来获取的方式就和没有一样。虽然每天都有产出，但却不是每个人都能买得到，珍贵的程度简直和无双龙魂一样。那么回到今天的主题，究竟拍卖里的灵宠圣物究竟值不值得买？我的建议是，如果你有足够的幻星，还是可以加减买一点的，毕竟这东西在日常是完全没有获取的管道，就只能在拍卖里购买而已。一个圣物要合成至5星的消耗量如下，如果以1星来计算，那么总数就需要240个。如果换算成3星，就需要12个，换算成4星就只需要4个。一套圣物是由3个部位所组成，只有3个部位都装备相同星数的同一套件技能才会生效，所以这个圣物的消耗量还得再乘以3，总需求量是非常庞大的。更别说你还要预备出战和助战用的圣物，这里又得再次乘以3。当然，如果你是大佬，其实也没有必要在拍卖里拿。大佬可以直接通过活动的方式来获得圣物，这才是最快最有效率的。拍卖会里的圣物就留给其他氪金量比较少的团友去拿吧。除了目前公平论武活动里的兑换商店可以换取外，22日新灵宠上线时，也会同步开启圣物卡池。这个圣物卡池是由陆服的活动木牛流马所改造的，这原本是一个用来抽灵石的活动。这里也顺便给大家看看木牛流马的活动大纲，不过也只是看看就好，相信台服的木牛流马会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活动。当然，有氪金礼包可以购买，这点是跑不掉的。这边建议大家兑换商店的物品先不要换，等22号活动上线后，再看圣物机关池的价格如何，才来决定要不要换这些新资源，这样做才是最保险的。目前官方好像没有透露会有新的稀有圣物上线，所以大概率22号推出的圣物就只会有这3套。毕竟这还是新的东西，大家都还没有，所以也没必要那么快就急着推出新圣物。关于什么灵宠要佩戴什么圣物，圣物应该怎么培养等等，我们有机会再做一支视频来聊吧。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